招着打外国人最狠的魏睿，开局还给魏睿来了个下马威，3次击倒给魏睿带来了巨大威胁。下1秒临门一脚踢断了外国冠军的脖子，这一脚堪称是当晚的最佳一脚。刚才还因为魏睿被击倒而高兴的外国小妞，此时他们的脸一个比一个耷拉的长。外国冠军叫布韦，来自荷兰，仗着自己国家是搏击王国和自身高大上的荣誉，于是便高调来滑踢馆，并扬言魏睿只是一个会3脚猫功夫的小猫咪。真要是打起架来，魏睿连3招都顶不住。蓝色拳套就是这位口出狂言的外国冠军，红色拳套是魏睿。一开局这家伙就给魏睿来了个下马威，被击倒的魏睿并没有受到影响，重新站起来之后继续投入到了战斗之中。裁判扣分过最后他改去跑去打 MMA， 但是呢他结果在 MMA 比赛摔出别人，被人家背后裸脚魏睿要特别小心这个荷兰选手真的是特别会摔，除了会摔之外，他的还没讲完又摔，真的是他的近中远的拳腿。其实布韦最擅长的就是摔法，曾在赛场上多次摔倒对手，从而取得胜利。在自由搏击的赛场上，摔倒对手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分数，被摔者也不会因为摔倒而丢失点数，除了影响作战状态以外，其余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呢，今天对上了这位荷兰选手，能不能全身而退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又要被摔，还有魏睿跑得快。那魏睿自从上场比赛跟丹尼斯，魏睿可是身经百战的拳坛王者，他这点小伎俩早就被魏睿所识破。前面的3次摔倒，非但没有影响到魏睿的作战状态，并且还让魏睿彻彻底底的看清楚了布韦的意图。被摔了3次的魏睿，岂会在露出破绽让布韦的计谋得逞？现在魏睿开始有所防备防住了他的膝跟做摔的企图不然老被摔真的不行。那能不能有办法反摔呢？我们来看一下魏睿现在要做一些散打的涮摔，但是呢没抓到他的脚魏睿的搏击技术基本上没有人能与之抗衡，真要是等到魏睿发怒的时刻，那么等待布韦的将只会是挨揍。然而布韦摔法出众的同时，拳法也不错，在摔法被限制的同一时间，布韦也施展出了他那十分亮眼的拳法。赛场上出现踢裆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太严重，都不会影响选手的作战状态。一裆还一裆，哇！这个不是英雄惜英雄的表现吗？好，魏睿深呼吸之后说：“他行。”互有踢裆的2位也算是一笑泯恩仇。比赛重新开始，布韦在荷兰擂台拥有十分庞大的拳迷粉丝群体，自身的搏击技术也是非常的高超，并不会因为踢裆而影响整体的作战状态。连续的拳脚对拼让比赛达到了高潮阶段。响彻云霄，这个声音非常的响亮。那我们这个蓝方选手他是做一个转身的后踹，踹到了，还好踹到了魏睿的髋骨，没有踹到肋骨。目前魏睿被摔过几次之后，大概比较熟悉对方的一个。布韦的战术打法非常激进，时时刻刻都在猛攻魏睿内围做动作。然而魏睿也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拳坛老将，岂会轻易被布韦的3板斧所震慑到？比赛时间过得非常迅速，很快就来到了第2回合。魏睿在第1回合也没有使出全力，只是在用试探进攻，试探着布韦的底细，以免在后续的比赛时间中遭到背刺。好的，近身，又企图摔，继续，节奏非常的快，但是刚刚魏睿的拳没有进入正确的距离，所以打空了。好，魏睿第2回合开始了。魏睿在此之前已经7个月没有打过比赛，所以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适应，并且还要一道适应布韦的作战计划和战术打法。毕竟布韦不是什么善茬，能在比赛刚开始的30秒之内将魏睿快速击倒3次，足以证明布韦在赛前做足了充分准备，只为打败魏睿，接管魏睿在国内的地位与排名。南方选手招式变化多，落点多而且有时候你在忙着抗摔，忙着做一些平衡的时候，对方又会接着转变招攻击，终于被推走了。不得不说，布韦不愧是出生于搏击王国的男人，打起架来就是一场凶猛，根本不给魏睿太多的适应时间，全部都是猛打猛冲攻击魏睿。
持续的拳脚进攻确实给魏睿带来了不少麻烦，然而魏睿也从中逐渐看透了部伟的计划，快速的防守反击也是让部伟吃到了不少苦头。好好找到空档，给予致命的一击。好，刚刚魏睿打一个防反。好，目前进入的肉搏战，近身细节啊，差点上头。熟悉比赛节奏、适应比赛环境的魏睿，开始逐渐提升进攻攻势，以此来打压信心十足的部伟。在部伟没有来到中国擂台之前，他可谓是风靡万千，整个欧洲擂台部伟都找不到几个像样的对手，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魏睿。看来这一次魏睿要不好好教他做人，恐怕部伟后续还会在中国擂台上面搞事情。裁判在开始盯我们这个南方选手的估景啊。刚刚南方选手做了一些变化，摔不成就变成后手的重拳。那魏睿现在开始要采取一些防守反击往后稍微退一小步，然后再向前进攻。蓝方也是往后退一小步，但是上前进攻步伐蓝方没跟上。蓝方其实他的步伐并不是十分。此时的魏睿准备以牙还牙，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部伟摔了魏睿3次，然而当下的魏睿便开始了报复计划。魏睿不仅要让部伟感受到被摔的滋味，并且还要时时刻刻给部伟制造巨大威胁。鼎鼎大名的搏击技术专家，在国外擂台可谓是大名鼎鼎，到了中国擂台却被一位7个月没打过比赛的魏睿死死压制住的同时，还要时刻遭受痛苦的暴揍。为了反击，但是呢，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那刚刚哇，好漂亮的一脚，听到“砰”的一声，全场欢声雷动。这个高鞭腿真的是太漂亮了。魏睿不仅要摔倒部伟，还要踢断他的脖子。重振旗鼓的部伟决定卷土重来，眼神空荡荡的部伟没想到他的意志力如此坚定。要是换成其他人，或许魏睿的对手早就弃赛投降。脖子受损的部伟作战状态已经远不如从前，再打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有点撑不住啦，会不会击倒第2次了？目前还是在恍惚的状态所以可能会被魏睿给吃掉了。魏睿连续重拳加地扫。没踢到。那看起来渐渐的 Berry 部伟的高调出场，加上赛前的大放厥词，还有在比赛刚开始的下马威，足以证明部伟的实力不可小觑。只不过他在中国擂台遇见了比他厉害的高手，真要是魏睿的实力小状态差，说不定这一次还真让部伟装成了。别看魏睿7个月没有打过比赛，但他照样可以快速适应比赛节奏和环境，持续给部伟施加压力。又一个很清脆的高鞭。太漂亮了，魏睿还要追招，他的高鞭真的是非常的清脆，这个几空手道来，他要赌一把舍身的转身的踹踢。体能消耗殆尽，作战状态也越来越差。照这样打下去的话，部伟根本坚持不到比赛结束，就会被魏睿狠狠打趴下。不愧是出生在搏击王国的外国男子，这个不服输的气概非常值得去学习。然而魏睿也是非常的致敬，并没有趁人之危向状态不佳的部伟发起猛烈攻击。有点踢到裆第2次的中裆。好，近身了，推倒这个算击倒，这个牙套戴不上去。两位都是为了荣誉而战斗，魏睿并不会因为愤怒而下死手，让部伟彻底失去战斗能力。俗话说，杀戮并非我本意，战斗只为碗中食。报价这个帅，Nike 的帅这样行不行了？我不知道要看裁判那对方应该没有吃过这样的摔法，所以他搞不清楚对方要干嘛。比赛结束。最终魏睿成功打赢了比赛，
在最后的时间，魏睿也没有为难不韦，只是把比赛拖到了结束，让裁判来结束这场酣畅淋漓的战斗。魏睿不仅赢了比赛，还赢了人品和对手的认可。